扔掉一件无用物就多一点空间，扔掉一件多余物就少一份负担，扔掉一件废物就恢复一丝清爽。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很多人买房置地喜欢讲究风水，殊不知风水再好的房间，如果尘埃堆积，满地狼藉，也会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。运势再好的房子，如果拖鞋随地乱扔，扫帚随意摆放，也会让人心烦意乱。与其舍近求远，不如先打扫干净自己的屋子。整洁的屋子能映射出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。干净的人不仅尊重自己，也有本事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。人有静气，风度自来。以前听家里老人常说，有经验的风水先生都会先进到人的家，先看他家地面房间干不干净。如果家里干净整洁，那么这家人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如果家里乱糟糟的，那这家的运势就会慢慢走下坡路了。一个房间的干净与否决定一个人的运气，是不是觉得太玄乎？哈佛商学院经过多年的研究，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：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，而不幸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凌乱与肮脏的环境中。于是他们通过科学验证摸索出了一个结论：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，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。这话听来也许会让人产生怀疑，人生跟房间有什么关系呢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，长期生活在杂乱的屋子里，心情也变得抑郁了。突然到了一个光线充足、干净整洁的屋子，心情顿时愉悦了不少。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空间吸引力法则，你房间的样子就是你生活的样子。台湾美学家蒋勋曾经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，这位朋友家虽然空间非常小，但是干干净净，房间里的绿植盆景郁郁葱葱，家里的家具没有几件，也并不昂贵，但是每一件东西都洁净、妥帖、舒适。蒋勋被邀请到窗前落座，眼前是房间里飘着茶香，耳边放着轻音乐，街道上的喧嚣被隔绝开来。在这样一个干净且充满诗意的环境中，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。他们一家人非常和睦，生活惬意，各自谈起自己的工作和学业，也是心平气和。其实让人幸运的不是干净的房间，而是干净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感。房间就像一个情绪流动的磁场，干净整洁的房间能帮助人扫除疲劳和不安，为好的情绪提供孕育的环境，让整个人充满正能量，因此带来了幸运。科学研究也表明，肮脏的环境容易让人撒谎和欺骗，而整洁的环境有助于人们遵守道德规范。这项研究强调了情绪对个人决策的重大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环境整洁，人们就会感觉比较舒适，厌烦的情绪少了，心情也就更平和愉快。近年来有个提高幸福感的词叫扫除力。有人这样解释，打扫是一件奇妙的小事，它能锻炼人的耐性和心智，培养我们的感恩之心，使生活慢慢好转的微妙之法。只有当真正亲力亲为地去打扫房间的每一处角落时，谦卑之心才会油然而生。也有人说，如果你最近感觉懒散，对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，那就是你该清扫自己的房间了。有一个朋友平时工作忙，租住的公寓1个月都难得打扫一回。有一次去他家取个东西，家里真像灾难现场，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。他个人的生活、情感和工作确实也非常的低迷和散漫，后来身体也开始亮起了红灯。有一次从医院开完药回来后，医生提醒他注意一下家里的环境卫生，皮肤过敏等一些症状也可能和潮湿不干净的环境有关。走到人生低谷的他决心改变，每天不管有多忙多累，回到家都会花半小时，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打扫房间，该丢的丢掉，该换的常清洗。通过断舍离，他说当时瞬间感觉心情就舒畅了很多。大半年后，反复不断根的皮肤病竟然好了，他的心情也逐渐明亮起来，工作有了起色，人生开始逆转。受益于此的他，现在只要我们说，最近有点烦呢，他就会说该回家大扫除了，你需要清理掉那些霉运，俨然一副得到大师真传的样子。打扫改变的不仅是环境，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智。
日本有一家著名企业，老板亲自用手打扫厕所，也号召员工这样做。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打消人的骄傲之心。这种看似奇葩的举动，其实包含了很深的道行。这位企业老板就是日本清扫学习会的创始人剑山秀三郎，他坚持了60年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在他的《扫除道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二战期间，东京的家被战火烧毁，我们搬到了父母的老家岐阜。在这里生活过得十分艰苦，住所也很简陋。即便如此，父母仍旧每天打扫4-5次屋子，以保持家里的整齐干净。父亲去干农活时，也一定要先把田地周围的杂草剔除干净了，才开始耕种。哪怕生活如此落魄，父母也保持着整洁的习惯，这对他影响很大。后来他把这种理念根植在企业，他自己带头每日打扫，几十年如一日坚持，影响了很多人。你看，再小的事一旦彻底做好，它便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打扫这件小事磨砺的是人的耐心和心智，它能培养我们的感恩之心，这就是一切慢慢开始好转的微妙之法。人没有感恩之心，就会傲慢，就会以自我为中心，不能容忍周围人的缺点或者看不起别人。只有当你弯下腰去打扫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，你的谦卑之心就会升起。随着脏东西一点点清除，你心里的烦恼也会慢慢被清除，这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美事。还记得那个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的故事吗？东汉末年，名臣陈蕃，祖上是河东太守，他自幼志向高远且勤奋好学。陈蕃15岁的时候，独自一人居住在一个院子里，庭院里杂草丛生，房间里杂乱无章。有一天，父亲的朋友薛勤来拜访他，看到他的房间里乱七八糟的样子，就问：小伙子，你怎么不打扫一下迎接客人呢？陈蕃不屑一顾地认为，大丈夫应该把扫除天下祸患为己任，怎么能做打扫房间这样的事呢？薛勤反驳道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陈蕃也正是从打扫房间开始，逐渐感知体会，最终成为一代名臣。由此，打扫的不是房间，而是磨砺一个人的性子，教会我们感恩与奉献，磨掉浮躁和傲气。保持房间干净是一种修行，扫除的不仅是灰尘，还有种种杂念。家是一个纳福气和财气的地方，很杂乱的时候，心情自然糟糕，这就是坏的风水。因此，自然也会使得家人的健康状况变得非常不好。家里脏乱多半是因为懒，人一懒，老天也帮不了你。天道酬勤啊！打扫当然也不只是家庭主妇的事，丈夫孩子都应该积极参与进来。毕竟房子并不等于家，房子是一个硬体，必须一家人去关心、去经营、去布置过，这才叫做家。习劳知感恩，一家人参与进来，才懂得每日家务的琐碎与不易，也就更愿意去维持整洁和干净。孩子懂感恩，夫妻之间情感更融洽。干净的地方心情好，风水就好，家和万事兴，这就是最大的福气。扫除能改变人心、事业、家庭和社会，这样的改变看似不可思议，其实你也可以。所以当你发觉生活不知何时开始变得一团糟的时候，不妨静下心来好好收拾一下自己的房间吧。学会定期大扫除，才能告别凌乱的房间，唤醒对新生活的向往。人生就是一场旅行，这一路悠长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烟火气十足，才对得起这一生岁月。把生的食物煮熟，把凌乱的房间收拾干净，这就是生活的乐趣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